废院的水脉被切断了，大家撑不过今晚。啊，不好，被发现了，我得赶紧。哟，哪里来的小偷？废园的东西也配碰内门的灵泉？哎，周师兄，这是人参精，盐分挺足。难怪敢偷。舅舅在被砸碎，痛苦顺着地脉传过来了。这具废体经脉半毁，出手意味着6年银审功亏一篑。但陪了我6年的小东西们正在死去。妖类就是皮厚。给我住手！你一个废物，怎么敢！本命法器碎了，周师兄的修为，徒手捏碎筑基6层的法器，这废物怎么做到的？谁再动一下，我让他这辈子无法修行。毁人本命法器，重伤同门，按规当诛，束手就擒。6年了，真当我是废物？来。宗主，烈日噬魂阵3天，活着就算他命硬。宗主，他只是筑基，只是把他送回废园。药王谷何人当值？万剑宗刘长老深夜造访，有失远迎。谢京晨6天前在秘境中了万毒石骨，我宗医修束手无策。能救，极品灵脉5条，定金。压不住了。吵死了！吵死了！吵死了！谁下令把他关进去的？你的伤也是他们弄的。参99还在等我。刚突破金丹就敢对宗主白剑，不知死活！你动他，我灭药王谷满门。京晨，这是献剑礼。苏前辈，一滴灵液解我死局，破我桎梏，此恩不以灵石计，不以人情还。从今以后，我的剑只为阁下而鸣。起来，我治你又不是为了收条狗。师父，万术之主，木木真髓。师父，那是什么？难怪他能化解万毒情蛊，难怪他能让谢京晨连破3境，一座行走的矿脉。石骨毒清了70%，剩下3成渗进丹田壁膜，碎片扎在经脉壁里，不拔干净，3年内金丹会裂。灵力储备见底，拔完之后至少3天是废人状态。忍着。滚去睡，明早之前别运功。木灵之体，万木之母，血可生骨，髓可铸丹，取之丹圣争相猎之，故木灵体者10不存1，皆死于活寡取液。养肥太慢，
找个名正言顺的理由，先把人锁住。烈日噬魂阵撤了，宗主，把他关回废药园，派人盯着，但不许动他。可是他重伤周臣，又对宗主我说不许动，就不许动。是。木木真髓只能从万木之主体内提炼，杀他随液变散。要得到他，就得先把他养肥。废药园那群小东西，不是快死了吗？给他水，给他零食，等他放松警惕的那一天，就是我动手的那一天。昨夜之事，你们都看到了。废药园杂役苏菩提暗中窃取宗门秘库天青灵液，私自施用于外宗之人。天恒灵液少了一滴。若属实，按宗规死罪。但我不杀他，活捉带回，我要亲自审问他如何突破禁制。红鱼，是。苏姐姐，外面好多人。灵力见底，连催动一滴木木真经的余力都没有。别动！宗主法旨：废药园杂役苏菩提窃取宗门至宝天青灵液，罪证确凿，限你一炷香内束手就擒，否则格杀勿乱。放！说了别动。1寸、3寸、3寸、1尺。九阶灵草，碧落仙葵。有记载以来，总共出世4次，每次都引发宗门大战。天青灵液，你师父说那东西值5条极品灵脉，我种一把草就有了。我偷这个，跟你去粪坑偷粪有什么区别？师父说配方失传300年，存世仅余7滴，但他随手种一株草，折一片叶子就有了。那师父穷尽一生研究的东西算什么？灵气外泄太盛，方圆10里内金丹以上修士都能感知到，麻烦了。不可能！菩提，你何苦如此？你有这等本事，为什么不早些告诉为师？药王谷待你不薄，6年医师功，你要抓我？为师是想保护你。锁魂链都带来了，还演？你比我想的聪明，但聪明人更该明白，元婴对筑基没有悬念。金丹出城，就是昨夜那个野修。左臂主脉已裂，丹田闭膜在震，你挡不住。谢金晨，别过来。很好。全国听令，废药园内3人叛宗通敌，格杀无论。种下去，药王谷可能就没了。再撑3息，你丹田就碎了。你过来试！是。菩提神印，我在这里种了6年地，一粒种子都没亏待我。你敢？躲！山脉灵脉封锁术，不可能！苏菩提，
得找个地方种下去了。种什么？往南。老大呢？出去了。药王谷不是快完了吗？哪来的300万？听说药无极把祖师殿底都翻出来了，杀一个筑基要300，这人到底干了什么？啊！我去，是他本人！你刚才干了什么？跟他们打了个招呼。全部失效了，所有高阶种子全部。300万，老大，咱把你卖了，够花好几辈子。先吃饱，明天赶路。去哪儿？往南，得给他找块好地。全失效了！药谷主，我库里11万株种子全成了石头，4600万的损失，你今天必须给个说法。诸位稍安，这是我赶制的催生丹，一蜜可唤醒100株。药谷主，我做了40年灵芝生意，这玩意儿是断灵草根须磨粉压的模子，连单纹都没有。药王谷信誉额度今日起精灵。我药王谷400年信誉！400年？你那万亩灵田灰都不剩了，拿什么谈信誉？断灵草根须磨粉，师傅让我亲手碾的，丹房塌了，灵脉空了，真丹炼不出来。是苏提毁的，种子是他封的，与我药王谷何干？灵田不是他毁，是他种的。6年，他每天在废药园松土浇水。红宇，你疯了！星辰哥，下面！别踩那藤，有刺。药王谷600年核心测数，灵种掠夺、契约欺诈、灭口记录，全在这里。你从药王谷走到这里，跑出来的，杀了4个追兵。起来，路还长，跪着走不了。药王谷的人，他可能是饵。收了。600年，掠夺灵种472粒，强签卖身处1600人，灭口记录单独一卷23000字。药无极让暗卫做的，散修死后埋在灵田底下，尸体化灵肥田。我知道，废药园的土翻身3尺就能翻出骨头。头3年我以为是灵兽骸骨，后来翻出一枚储物剑。跟我可以，第一，不收徒，想走随时走；第二，这玉简不是用来报私仇的，得让整个北境修真界看见。从今天起，没有药王谷了，建个新的，叫菩提阁。目标一行4人，方向南，追杀令上调加等。魏某见过大人，苏菩提的事，4600万的损失，不要再追了。单颗8000灵石，有价无市。师傅，那是9品。睡觉去。一晚上？师傅，要不我重写一块？有灵性，就这个。他是真不想花钱请人客。铺子有了，货呢？明天你就知道了。我算了3天，药王谷的定价体系，利润率在4倍到7倍之间。如果我们把碎骨还魂藤定在600，就这么干，600放出去，天才商会和百草堂会联手绞杀我们。去看看货源。
多久能采周？明天。碎骨还魂藤600灵石1株，每人限购3株，筑基期以下凭修真录影再减100。真是9阶的，8000，天才商柜卖9500，我出一趟任务赚300-400，得攒2年多。南渡城以南60里，一个叫菩提阁的铺子开张3天，9阶碎骨还魂藤，售价600。叶红鱼那儿与苏菩提同行，柜台掌事，核心侧路确认被带走。传血杀令。宗主，血杀令一出，6宗32脉都会知道叶红玉。我要的是苏皮提，活戳带回，我亲自处置。通知3大商会，菩提阁的灵草来源不明，建议联合封锁。9阶灵草出货量0。8阶0、7阶3株上个月的预订单，夜之间所有散修的灵订单全转过去了。那个破铺子才开3天。白袍人说不要追了，不是善意，是警告。药王谷的人出发了，还有一波不是药王谷的，更快。多快？明天到。那明天再说。你是真不急。宗主，北境中低阶灵草市场份额跌了60%，3家核算的损失，这个数字药王谷要担70%责任。碎骨还魂藤这个定价权是药谷立的，现在人家卖600，我们的货全砸手里。我说痛快的，药王谷赔不赔？不赔，万宝楼退出北境灵药联盟。赔多少？1亿灵石或等价灵材，可以分期10年，每年1000万。我们很3位先去客院歇息，明日给答复。血祭大阵需要多少人？修为越高越强。97人，加上谷内待伐弟子，凑够。明天之前。药王谷到了。蜘蛛结网了，你们多久没扫了？这不是筑基，不是金丹，体内灵力在往他的方向涌。你来做什么？来还东西。明天，北境所有宗门都会收到一份传讯，23000字内卷，1字没写。你可以选，自己出来认，还是我帮你。600年的恶果，我替天道萃萃数。对了，血祭大阵的阵基，我进门时顺手拔了，你摸摸石壁。红玉姐，那是中州丹塔的战书。今天的账还没记完。带金印的那种，知道了。菩提阁谁做主？所用高阶灵草配方，可有丹塔备案？没有。 7日内上交配方，否则踏平。你试试。再动动一下，我帮你把塔拆了。好一柄剑！你以为一柄剑就能挡住丹塔？塔中老祖半仙之体，寿月3000。你一个开草铺的，配跟丹塔叫板？天元历3400年，丹塔禁令17号，散修死于私炼违禁药品罪名者372人。3421年，丹塔将回春草收购价压至市价30%，丹塔当即利润翻4倍。一派胡言！替我给你家老祖带句话：1个月后斗丹大会，输的那方从此退出北境丹道。撵挪一下，挡我明天出摊。苏菩提，1个月够了。以骨炼丹，他的老祖宗们可曾见过这种路子？掌柜的，我还没准备好。三姐，你不该这么做，强行抹除雷劫，
等于欠天道一条命。小口子，养就好。万年神木的本源之气。破！收手！要炸！叶红宇，灵脉被动的源头查到了。丹塔长老骆长风与药王谷旧物密谈，还走私灵材养尸。丹塔想借药无极试我的深浅。明天就是斗丹大会，那就去。九品圣火，真的假的？假的，温度不对，灵纹虚浮，是个高仿货，但有意思。北境300年没出过4品以上的丹师了，这次来是给各位提鞋暖炉的吧？菩提阁，叶红鱼，领7号炉。承让。北境丹师底子薄，连炉鸦都控不住。炉不好。你是菩提阁苏菩提，第2轮我来，不用炉。你说谁提醒？荒唐！斗丹大会从无不用丹炉主持先例，老夫提议判罚出局。我的规矩，不用炉。化结丹，吃1颗渡劫成功率翻番，我铺子里有卖。你那伙想要回去的话，来北境找我，带上你们第7节点的账本。那就走不了了。再动他一下，我拆了这整座城。丹塔与魔族交易记录113笔，第7节点废弃矿脉，向天魔宗书宗送丹若成风经手。收剑吧，今天杀不了他，但他完了。3个月后，北境菩提阁开丹会，天下丹师重新排作宿，你来不来随你。从今日起，中州灵草流通菩提阁接管，所有兑换价格减半。掌柜的，你看天。师傅，您给天魔宗送了好东西，也没忘了我这个废物徒弟。他要化形了，人参精化形要么3个时辰，要么3天。烫，那就等。掌柜的，我有手指头了，10根。漂亮。我能拿筷子了吗？明天教你。穿上，你现在是个大姑娘了。掌柜的，地底下有东西在吸灵气，很深，4个节点连成网，终点就在我们脚下。灵气里混着腥甜味，是魔族阵法核心。菱形阵法，中司点在北境边关以南60里，刚好卡在禁制盲区外围。走，现在去。强行破坏会引爆灵脉，必须从外围节点逐个切断，至少需要7天。谢京城断东面，叶红鱼断向西面，我这里你一个人留在这儿，没有防护阵法。我若退，北境3城数10万人的修炼根基就没了。3天内回来。掌柜的，上面有东西在来，很多，很重。能感应到多少只？
数不过来，过万了。那还挺热闹的。掌柜的，师傅给了我一条路，天魔宗给了我第二条，但都不够。灭世毒物，掌柜的，本命核心剥离出来，修为尽废！不要，掌柜的，不要！掌柜的，记住这张脸。赢！你的路到此为止了。列阵，33期。叫到天荒地老也出不来。经脉全碎，丹田没了，本命核心剥离后的反噬，他现在连凡人都不如，能救吗？我尽力。掌柜的，通道位置什么？药物级种子魔气能定位通道入口。你要做什么？你现在连灵力都没有。给我种子。你疯了！用什么切断通道？意念。法则，法则不需要灵力催动，只需要理解。我理解了3万年，够用。代价？大不了再睡3000年。有什么东西在天地间移动，无形、巨大，像在触碰世界的骨架。一声灵石深处的震动，天地背景音变了一瞬，像有人拧断一根弦。小心！清风派灵石3000，灵材若干。备注：求购4品培元丹，缺货。谢大哥，掌柜的醒了会不会生气？会，但他更在意这些灵材能卖多少钱。几天了？21天。铺子呢？谢大哥在看，来了好多宗门送礼。
礼收了吗？收了，谢大哥记了账。记了多少？38页。9在。万宝商会、天玄阁、紫金商号这3家一分礼没送。没有。不过叶大夫说，这3家前几天联合发了通告，说咱们平价换药规矩扰乱行市，要求各坊市药商维持原价，不许向咱们供货。丹塔呢？丹塔分2波，塔主那系送了礼，但是丹塔副塔主和下面6个长老跟3大商会站一起了。他们空了多少灵草？叶大夫估算过，北京6成以上中品灵草都在他们仓库。3大商会联手哄抬药价，存货不出，想等咱们铺子断供。掌柜的，你现在身体……我知道，废了，灵力没了，经脉碎了，丹田跟没长一样，比坊市里卖菜的王大拿还弱。风大点能把我吹走。别哭，哭什么？欺负一群商人还用不着灵力。B 铺格令令，3日内北境所有药商恢复正常供应。私囤灵草哄抬药价者，灵脉绕石。掌柜的，灵脉绕行是什么意思？灵草生长依赖灵脉滋养，商会药库、灵田、丹房都建在灵脉上，灵脉改道，他们库里的灵草会死。贴出去。等一下，你修为都没了，灵脉改道这种事你做得到？我活了3万年，每一条灵脉从哪儿来往哪儿去，转几个弯我都清楚。灵脉是天地法则的一部分，法则听得懂道理。你上次用法则之后昏了21天，那次是斩断2界通道，让灵脉拐弯而已，小事。3天，把这话带到该听见的人耳朵里。是。怎么回事？苏前辈，灵草，我们库里30年存货死了7成，求前辈开恩收回令旨。苏前辈，规矩，菩提阁的规矩，平价换药，公正供货，哪个字你没看懂？都看懂了，看懂了回去执行。3天之内把囤的外货按市价放出来，也能让他回去。掌柜的，你刚才好帅，帅能当饭吃。去把今天的单子理了。那天你接住我的时候，我说了什么？你不记得了？迷糊着呢，你告诉我。你说别浪费。对，我怕你冲上去拼命，浪费。喝了它。太苦了。谢谢掌柜的。不用谢。明天开始，4品以上丹药涨价3成。为什么？得攒点家底了，要来客人了，很麻烦的那种。37家，魔潮那晚缩在后面一个人没出，转头抢死人产业的，全在这儿了。少了，餐酒跑了3天市场记的，他认脸。行。挡路的，打。3天，63家清了大半，只剩1家没动，衡山商会。菩提阁行令，衡山商会北境分号，非法兼并阵亡修士产业7处，即日封定，产业归还遗族。叶红宇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菩提阁算什么东西？一个卖杂货的铺子！菩提阁的掌柜都快死了吧？谢京晨，听说你修为跌了2个大境界，
现在就是个元婴残躯。我衡山派2位金丹长老，他连剑都没拔。掌柜不在，但规矩还在。那些花纹，天道纹。上界天虚院传谕：菩提神树苏菩提，擅断2界灵脉通道，破坏天道运行之衡，触犯上界禁律第3条，私改天地格局。限3日内赴上界受审，逾期不至，诛。他要把我抓走。掌柜的，他要抓我走。放手！凡人之躯，触碰天虚法器。小贝，你刚才要拿我的人，灵物归天庭管辖，此乃天道律令，与你无关。有什么东西在回应他？胡天道权限仿佛早已预码了他的落点，静静横在他必经的路径上。我家的人谁都不能动，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。胆敢击伤天书院使者！3天之内想动手就来，我接着。苏菩提，掌柜的，这帽子真值钱。会来更多人。知道，所以我说要攒家底。诛仙阵。谁？衡山派天玄阁那个仙使，还有丹塔副塔主那帮人，64个阵眼，7个金丹同时催动，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，说掌柜冒犯天威，人得而诛之。那些人，魔兽来的时候缩成什么样？有，去把掌柜叫醒。他不是攻击身体，是锁灵魂。掌柜体内3万年的本源印记被搅动了。别碰，这东西认灵魂，你碰了会被反噬。我去。拦不住，他从进门的时候就在续剑气了。锁住了，菩提树的灵魂被锁死，他动不了。稳住阵眼，耗他3天，3天之后灵魂崩。第一个，拦住他！所有人，一个又一个阵眼。阵中的人连他的轨迹都追不上，只能看见每隔几息，又一个阵眼爆碎，又一个人倒飞出去。他的眼神却依旧冰冷如铁，没有散能动摇他。他疯了，他在用命换。挡路了。他又在跟什么东西说话了，我听不见，但天帝听到了。
那些灵力不该散掉，给他。不，掌柜的，纸。伤没好全，别站着了，带路。苏菩提，昨夜之事是下面的人擅作主张，我并不知情。前辈息怒，天书院的审判可以撤回。以前被3万年之修为之功德，完全有资格入天庭任职。灵物司、造化司，甚至司雨殿都有空缺。前辈若入天庭，便是仙官，不受下界律令约束，既往不咎。小贝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切断2界灵脉通道吗？因为你们这些人把天道当成锁链，把修士当成牲口，把活着的人化成3、6、9等，上面的吃下面的，吃完了还说一句这是规矩。我活了3万年，看了3万年，看够了。前辈，这是天道运行的根基，那就换一个根基。你要做什么？我的仙骨，你不能天庭会。修仙界再无特权，天上来的也一样。天道法则铭文9天神雷，惩罚逆天而行者的终极手段。别添乱，来吧。谢先生。被压进地里了。他的嘴角在流血，眼角流，今天在。他在笑。下一刀。够了，回去。他的肩膀塌了一块，放开我！掌柜的他，你冲进去就是送死。雷劫领域，筑基以下处置即灰。灵石倒出来，全部往掌柜那边引。雷劫，不松手。天道铭文，诛灭9族。我忍了你们3万年，忍你们把灵脉当水龙头拧，忍你们把修士当牲口养，忍你们在上面吃饱了，下面饿死的连骨头都不剩。但你现在告诉我，连站在我旁边的人，你也要杀？根是从荒原各个方向破土，青白色的笑皮上流动着金绿色的脉络。
菩提树，3万年前被天庭判定灵芝已灭的神树，10丈、30丈。那些根须扎入的不是普通地层，是天地法则的基底，天道运行的经脉。这雷我收了。第2滴，第3滴，1000滴，10000滴。回家熬粥。那些灵级复苏的养分从哪儿来？灵力不再被锁，3万年前跪的切断了2界灵脉通道，被他自己以另一种方式打通了，不是通向天庭的单行道，是根须遍及大地的灌溉网。掌柜的，再喝2口。饱了。才喝了小半碗。饱了就是饱了。树立长街，万人低头。餐酒在。把门关上，我要睡觉。掌柜的，旧的交易律令全废了，天庭定价权没了，宗门灵石兑换协议也作废，我重新拟了一套。第1条，灵脉资源势力归属天地，任何宗门势力武力或境界独占。第2条，灵石、灵药、法切通价格由各城联合公议，不得单一势力定价。以便修士间交易纠纷由所在城池联合仲裁，仲裁者36条细则都在这儿了。你定的？我定的。但如果掌柜的不点头，这些竹简就是废纸。谁要是不守规矩呢？我去讲道理。行，3天之后，这12条铁律传遍修仙界每一座城池，没有人违背。不是因为怕叶姐的剑，是因为那棵树还活着，树下那个人还在。他说的行，比天律令管用。头儿，炖了2个时辰了。急什么？那老东西每次都卯时末动手，还有半刻钟。哎，头儿，那人可是金丹期，咱们……金丹期怎么了？金丹期偷东西就不叫偷了，叫借。叶姐给的锁灵符，金丹以下一拍就趴，金丹嘛趴不了，但能让他3息使不出灵力。3息够了。够干嘛？够我跑。来了。周厂长，小姑娘，这片灵田没有主，我只是……这个字有2笔，一才的动作值4笔，拔、藏、装、跑，超额了。这株紫菌长在灵田边界之外，严格来说不属于公共资源池登记范围。第10条细则，灵脉辐射范围300丈内自然生长之灵植，均视为公共灵脉产出。271丈，巧了。一个炼气区的散修，凭一面木牌子就想对金丹萧氏指手画脚？对，这牌子后面站着的不是我，是那棵树，那棵树后面站着的是叶姐的剑，叶姐的剑后面坐着的是我掌柜的。周长老要试吗？哟，半个月的量都在这儿了，做事真有规划。100年种田，从明天开始。100年？我周深言是金丹修士。金丹修士种田快啊，翻地都不用锄头，多好。北境传来消息，极寒之地，雪线以北3000里，寻灵使发现大面积灵气衰竭区。衰竭？灵脉不是通了吗？怎么会？不是灵脉断了，是被吃了。有人在那里种了一棵树，黑色的，根须扎入灵脉，跟掌柜的那棵一样的姿势，但它不是罐罐，是稀。方圆百里灵气被抽干了，草木枯死，连雪都变成了灰色。什么树？腐菩提。掌柜的，听说了，他已经知道了。这几天开始的，
北边那颗在吃，这边就在。我可以先去，带30名巡灵使不够。那东西的根跟我一样，扎在法则基底里。叶丫头的剑砍得了枝叶，断不了根。我去。我打前阵，你的伤3天前就好了。掌柜的，你留下。我不。万一你又变树倒了呢？谁背你？叶姐太高了，背着不舒服。跟着，别碍事。掌柜的，这雾……别碰！快一点，他醒了。来了，等了3万年，终于来了。明度，还记得我？好。魔族余脉。余脉，我是园丁。你们砍了他一截根，丢在这儿，没人管，烂在雪里3万年，我捡回来的，养的。你知道最好笑的是什么？你在上面浇灌苍生，他在下面吸你的命。你活1天，他就壮1天。餐酒，别过来！我跟他连着，你动我他就炸，方圆千里全部化为死地。不能！这是我的根，这是我养的3万年，我的。掌柜的，没事，回去，粥该糊了。明度说的，那些分隔的小树，都是食物管道。现在管道断了，那些树还能活吗？叶姐，那些分隔的树有3棵开始落叶了。那棵树还活着，但它在瘦。掌柜的，是不是得浇？活了。走吧，这地方冷。菩提阁主，含元宫上下17人，愿献命魂，永世效忠。我不需要你们的命，只需要你们守规矩。铁律贴在门口，不认字的找参99。看完了就走，明天去北境新灵田报道，有工钱。姐，他们会守规矩吗？17棵树，从北境回来之后，有3棵开始落叶了。掌柜的本源在消耗，那3棵树还在吸他的命。就这？哪儿来的？天庭紫微殿敕令，查苏氏菩提，灵根通天，功德富也。今特封木德星君之位，司掌下界草木灵脉，入上界仙班。另赐天元造化丹12枚，修补道体裂损，望即刻领旨，择日飞升。谁让你们来的？紫微殿大帝亲谕，这是恩赏。恩赏。3万年前，你们砍了我一截根，扔在极寒之地，没人管，没人问。那截根烂了3万年，养出一棵腐树，差点吃掉北境千里生灵。我把自己的烂根收回来了，把死地种活了，把被你们上一任祸害的人救出来了。回去告诉你们紫薇殿，修仙界的事，修仙界自己管。你知道你在拒绝什么吗？知道，我在拒绝一群砍了我根还想让我说谢的人。粥凉了，餐酒去热一下。会再见的。多少？1万颗，10万颗，10万天币，大成期以上不下300。餐酒，
在。今天多煮2锅，要来客人了。10万人压在头顶，连空气都是沉的。菩提哥哥苏氏抗旨不遵，辱圣秒上，紫薇电令，即刻押解飞升，如有阻拦者，杀！就你！他的头盔没了，脸上在流血，站在我们铺子门口，像个被扇了一巴掌还没回过神的愣头青。剑没出教，算给你们紫薇殿留个面子。回去，告诉上面，这间铺子门前的路，我扫让人弄3个月，不想让你们脏脏的。大成合击阵，10万人同时出手，一击足以抹平一座中千世界。中千世界，一击抹平。铺子在下面，粥还在灶上，5条树还在院里。掌柜的，行。10万天兵的合击被一面树枝的网挡了。掌柜的，粥呢？是灶上，别糊了。来吧。撑不了太久，叶红雨。3个月前就埋下了，掌柜的让我在每座分阁底下都埋一架，说用不上最好，用不上。你打我家门口，我瞄着你家大门，谁也别好过。你们修仙界选这条路，不是选，是你没给别的路。3万年前砍的那一刀，你们叫清理异端。极寒之地死了3万年，没人来看一眼。那些被困在茧里的人，被吸干灵气的修士，没人管。现在我把地种活了，你们来了，带着圣旨，带着天兵，带着那只手，说你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要什么？只要天庭不插手，不派人，不降旨修仙界，以后有事商量着来，别动不动砸10万人下来。撤！掌柜的，你吓死我了！去看粥。掌柜的，以后还会来吗？那些人会，但下次来得敲门。安全。甜的，灵气从舌根直冲天灵盖，修为跳了一下。第2块了。完了。馋嘴的小东西。昨天还以为掌柜的要碎成一堆金绿色的粉。掌柜的，你今天心情好？那我能不能再吃一块？滚去包饺子。不带了。终于可以歇歇了。门口石板碎了不少，要不要换新的？不换，留着。提醒自己，提醒别人，下次来的人看到地上的坑，能省我再打一次。请问，这里是苏记吗？是。我从西境来，走了40天，听说这里收人，不论根骨，不论出身。进来吧，先吃饭，饺子还有。
三界看得见。修仙界共守规则9条，我抄了300份，手到现在还在抖。记得最清楚第9条，违者封脉。看心情。掌柜的，是不是写的太简单了？人家万一问封几天？苏掌柜，这是本宗为了配合灵脉疏导自行设置的辅助。辅助。苏掌柜，3天，封脉3天，3天后灵脉回来，再有下次就不是3天了。掌柜的真狠，是犯了规矩，我把你灵脉拔了，你自己反省的很，比打人疼多了。这株叶子黄了，是不是水？回去告诉你们宗主，3天封脉是掌柜的心上，我没那么傻。群西宗后山密道搜出10亿人，面具一样的款式，都刻着青字。秦怀玉被堵在密室里，手边3封信，分别寄往坠星阁、赤焰门、寒潭宗。信的内容：苏季独揽灵脉，一家独大，需联手制止。人怎么办？枯木玉。枯木玉，菩提树根系深处，灵脉不通，灵气为零，困在里面的修士活着，但修为1天退1层，直到退成凡人。不杀，但比杀难受。掌柜的，坠星阁主动补了2个月公库比额，赤焰门换了门主，寒潭宗送了1车灵果，还附了封信。我们跟秦怀玉不熟，不是翻脸快，是算得清。天庭的，在下奉上谕求见苏掌柜。上次来的是宣旨，这次是求见。进来吧。茶没有？粥要不要？苏掌柜，在下天居阁直令唤作清衡，上面的意思前世不提，日后3界之事，天庭与苏掌柜共商共议，设常住使，互通有无。天庭愿开放部分从天材地宝。我说的是你们的条件。天庭希望在灵脉调配上保留建议权。建议可以，决定权不给，派使者可以，驻军不行。使者常驻，不得逾界。通商可谈，查账自理。好。神印列了3道，如果不修，下次用力会碎。要多久？3天，快的话。谢大哥。去睡吧，我在这儿。又糊了，手笨死了。谁传的？查不到源头。17座城同一天同一条消息，散鸠圈宗门内部访视茶楼同时起的。掌柜的就是闭关3天，外人不知道是3天，他们只知道第10天那晚，苏菩提接了天庭一掌，身上出了裂纹，然后人就不见了。西南旧矿脉37名金丹期修士集结，打击号灵脉自治联盟，昨天刚成立，里面有2个元婴初期的散线。元婴，那是比金丹高了整整1个大境界。谢大哥，外面有点乱。多乱！谣言满天飞，联盟在集结，3座分阁被威胁，有个管事被打断了2根尾骨。等什么？等他出来。万一3天不够呢？万一那帮人等不了造3天？不是修好了，是整个重铸了。粥煮糊了。你闻到的？整条街都闻到了。谣言传了17座城，说你要死了。西南有个联盟，37个人，2个元婴，3座分阁被砸了，管事被打断肋骨。在哪儿？西南旧矿脉。掌柜的。煮新的，我回来喝。
自带板凳，后院地方有限，站着也行，腿酸别怪我们。这么多人，宗门弟子也来蹭课，还假装散修，行吧？功法，他直接灌进去了。这就完了？功法又不长，9层，记住运转路线就行，剩下靠他们自己。掌柜的，这功法你就白送了？不白送，练了我的功法，灵气亲和力提升3成，买苏记的丹药吸收效率比别家高2倍。练了木之本源的人用苏记丹药效果最好，别家也能用，但不如苏记适配，不靠强制，不靠封脉，靠的是你自己会算账。这不是慈善，这是绑定。剑鸣声不在耳畔，在骨头缝里。破了，破了。饿不饿？煮碗面。加个蛋。他没有出剑，是剑自己醒了，替主人向天地打了个招呼。他说过放门口，又没说扔了。他不是扔剑，他在等剑自己醒来。本月账目17成灵草采购汇总，6万灵石流水，上半月的，下半月预估翻倍，1个月18万灵石，那竟然不该你问的别问。他不卖丹药，不开铺子，不出风头，他只做一件事：控货源。控了货源的人，才是真正卡着所有人脖子的那只手。掌柜的换了衣服，这比天庭来人还稀奇。喝一碗。掌柜的在笑，灵气不是在下降，是在被抽走。我从没见过掌柜的皱眉。极北，深渊裂了。什么东西？域外。比叶红鱼说的大，还在扩。封住了，暂时。掌柜的，你的根在。他在吃，吃的不快，但不停。能撑多久？3天，3天之后，根系会被吃穿。极北方圆200里没有活物了，灵兽跑光，修士全撤，地脉灵气浓度降到正常值的1成。还在降？还在降。谢大哥他进去了。联系得上吗？联系不上。
系底部探测不到深度，派了3只灵虫下去，全部失联。周围300里灵脉开始枯竭，南线4座分隔已暂停运营。天庭来了消息，清衡问要不要支援。不用。掌柜的在等，但不是那种等人回来的耐心，像在倒数。掌柜的，叶红鱼在。铺子交给你，3天内我没出来，继续交给你。你不该亲自进去。我的根系被他吃了3层，总得看看什么胃口这么好。掌柜的，谢大哥都失联了，你进去。周别煮糊了。灵力消耗是外面的10倍。堕落古神的心脏。还有气。本命树心，菩提树的一切根系、枝干、叶片，都从这里长出来。剑还在上面，自己拔。掌柜的，什么情况？他用本命树心爆了一颗心脏。什么心脏？古神的。脉搏还在，细但稳。掌柜的，你一定要撑住。掌柜的。
什么？他的本命树心用了多少？不知道。白色磨过心脉，还有救。那颗心脏，他把它化成了这个。谢京晨呢？能压住，3天内能自行逼出来。你压不住。谢大哥，你压不住吧？能压，慢一点。多慢？7天。掌柜的，谢大哥中了魔毒，压不住。他说7天，我觉得撑不了3天。把他带过来，袖子连起来。剑意护住了心脉，但魔毒走的是骨髓，你那把剑护得了经脉，护不了骨头。跟我来。掌柜的，你干什么？本命血，木之本源修到极致，血脉和灵根是一体的。够了！你本命属性刚用了一大半，现在又放本命血，你不要命了？让他喝了。掌柜的放的血给你解毒的，你喝。他现在什么状况？又昏了，你不喝他白放了，你要浪费吗？这3天，我守着你。几天了？3天。毒呢？清了。以后我来挡在前面。掌柜的，谢大哥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的。那我在后面给你找面。掌柜的，我扶你。碍事。那颗心脏，您要怎么处理？就这么重了，不用阵法，不用灵液，不用。好了。这个能入口吗？我就问，他是不是在防我？修士陨落后，化为灵植重生。本命灵根不灭，肉身消亡后，神识入灵种休眠。待因缘际会，
重新生长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死亡不再是终点，修士会疯狂。以前修士怕死，怕的什么都敢做，杀同门、抢功法、灭满门，就为了多活几百年，给他们一条退路。死了不是没了，是换个活法。掌柜的，那岂不是没人怕死了？不怕死，才不会做怕死时做的事。那些已经死了的呢？那颗心脏是古神的，古神也算死了的。他已经重生了。掌柜的，万术轮回的事，你自己呢？你用了那么多本命，万一哪天你……我是树，树不死，只是落叶。有东西要出来了！掌柜的，后院地裂了！叶红鱼在，通知17城掌柜，今天来。要出来了。谁？苏姑娘，周半斤。你死了7年，现在活了。我不是被那大虫子咬死了吗？是。那我现在重生，万木轮回。你死后魂魄入了南荒灵脉，我把你种出来了。万木之主，永世不灭！万木之主，万木之主！掌柜的，外面都跪了，你不出去说2句？粥糊了没人喝，跪够了自己会起来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大掌转柜的位子给安若，他撑得住。你呢？游历。17城的章程成型了，灵脉稳定，轮回法则落了地，不需要我守着。怎么，舍不得？替你省了7年的饭钱。走之前把库房兑完。这铺子值了。是实心的，真是实心的。你都捏800遍了。走，去前面吃。啊？为啥？少废话。这柄剑跟了我19年，开过3700剑，杀过6头古兽，
封过一颗神心。往后不杀了，只护一个人。怎么了？受伤了？别问，让我死在这儿。掌柜的，你跟谢大哥那个算定了？算。那我呢？我跟了你3年，库房我守的，灵草我喂的，地我扫的，粥我端的。你嫁人了，我怎么办？铺子在，你就在，谁说要赶你走了？那婚礼我操办，随你。32道遗城，6层灵阵，17层明钟，凤凰引路。就这5张桌，最少5张，少了丢人，默认了啊！掌柜的，围裙解掉。好了，吃了吗？没。餐99，给他盛碗粥。现在是拜堂，不是吃早饭。倒省了花钱买花。餐99，南城灵物爱接引阵补一道，下午去。周半斤，你炼气4层底子还在，重新修炼。功法柜台第3格。桌上有馒头。碧灵芝7株，翠谷参4根，金线莲。你长大了，3年0 4个月，本姑娘终于化形了。库房盘完了吗？还差2盘，盘完再得意。掌柜的，长老的事。库房，去了。掌柜，不是苏长老，不是，我就一颗，它太香了。1000亩。什么？你定的规矩，偷吃1株种10亩。你是长老，以身作则10倍。掌柜的，你定的规矩。
当心。今天开了几亩？3亩半。照这个速度，得种到明年开春。走吧，明天还得来。不是我刨的，我刨的地跟狗刨的差不多。世上只有一个人，到哪儿都啃馒头，到哪儿都剩半个。谢大哥，别叫，你帮我偷种了5天，顺手。那这锄头？路上捡的。那馒头？完了。规矩是什么？自己的罚，别人替不得。这条是你听我说的。你觉得不忍心，所以偷着帮。那一起种，他帮了5天，翻了16亩半，替人代罚与偷同论，10倍。16亩半，10倍，165亩。掌柜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他自己来的，我真没教他。谢大哥，对不起。不用。你不怪我？不怪。他高兴就行。掌柜的，找对人了。那是谢金晨，别看了，快走。听说你把你家建修也罚去种田了，消息传到东海了。东海的散修在赌他能种几亩，配率1:3。我在南园古境游历，发现一处上古灵植遗迹，里面的种子有些东西3界已经绝种了，数量不少。你那铺子库房够放吗？要。3界灵植，尽归于此，3钱7分。这种感觉，像一株幼苗站在千年古木的树荫底下。掌柜的在吗？在，后院。坐，有茶。你不认得我？我叫竹怀，上古四方树神，东方。东方树神3万年前枯死了。哭了，没死。跟你一样，天地之间第一口灵气化成的第一株神木。说，四方树神是它的分支，都是从那棵树的根系里长出来的。那棵树叫什么？没有名字。3界的生灵叫它始木。始木在3界大劫时碎了，不是被打碎的，是他自己碎的，把自己拆成了3界土壤里的每一丝灵脉。所以天地间所有灵植都有他的血脉，所有的神识本源和在你身上了。那不是灵根修复，那是本源在醒。所以你来是想告诉我什么？3界灵脉在衰退，你应该感觉做什么？万木轮回只是延缓，根源的问题没有解。始木碎了一次，撑了30万年，现在又快撑不住了。上一次你选择了碎，这一次没有这一次。这一世我不会再放弃了。好。好。谢大哥，你去哪儿？你的165亩还没种完呢。不是种田，那是干嘛？把路修好。它要是不碎了，得有条好走的路。
石木最后一截真枝，当年碎地的时候，我藏了这一段，30万年没舍得用。刚才菩提树让路那一刻，我的根蒂震了，那种感觉是源头，是最初的那个。那些画面不是幻觉，那种感觉很奇怪，看了一场别人的戏，但那个别人就是自己。问题不在于上一世怎么选的，问题在于灵脉又要撑不住了，再碎一次，再管30万年，然后再转世，再开铺子，再有人告诉我你该碎了。不行，我还有粥没熬，库房没盘完，万树园的规划刚写了个开头，参九九的1000亩还没种完，谢京城的165亩也没种完，叶红鱼那批种子还在路上，碎什么碎？听见了，不让你碎，谁来说都不行。睡，明天还得种地。掌柜的！灵气在涨，我的丹田瓶颈松了，300通了，300通了！掌柜的，这是……天地3界共主。坐，粥快好了。天庭议了7天，3界灵脉复苏，世界树立，万木归宗。此事需要一个名分，册封诏以你万木神帝，掌3界草木，统万灵直脉，与天庭并尊，不隶属，不朝拜，自治其域。叫什么都行，但有3件事：第一，灵职不入天庭管辖；第二，17城不设天兵；可。第三，天庭以后要用灵草，排队付钱，不赊账。灵气不是从外灌入，是从我自己的丹土里涌出来的。3万年未动的瓶颈松了。神帝大恩，诏书留下就行，回去记得排队。刚才那金光是什么？好像是天上来人了。封什么？万木神帝。明天粥里加个蛋，庆祝一下。库房里没蛋，我去买。谢京晨，剑仙境。
他种田的时候，我还觉得他挺正常一人，结果人家种着种音第一物了。那你呢？我种着种着植物秃腰疼。谢宗主，我要拜师。你是灵植，学剑做什么？挖参。山里野参长在石缝里，手拔不动，锄头太粗，剑刚好，一剑下去，干净利落，参须都不带断的。你一个人参精，用剑挖人参？对啊，解救同胞。不收。为什么？理由太离谱。可是掌柜的同意了。明天卯时，山门集合，迟到加练300剑。谢师傅。别叫。师傅，你看，一剑一颗，又快又准。我教你的是京城13式。对啊，我用第3式挖的，第3式角度最好，45度入土。那是斩敌用的。斩土也行啊。399，今天起练剑的时候不许带锄头上山。那我带铲子呢？3日后到，有大事，当面说。3界之外还有东西。南渊古境最深处，我找到了一面墙，墙上有裂缝，裂缝外面不是虚空，灵气浓度是另一片天地，有灵气，有生灵，有树，比我们这边浓3倍。我只叹了一息就退出来了，那边的压力太大。但我看见了。看见什么？根。从那片天地延伸过来的根系，穿过裂缝，扎进了南渊地底。那些根是活的，活的，在生长。要闭关。多久？100年。铺子我看着。参99教着呢。粥会熬。那棵树交给你了。我等得起。怎么了？掌柜的要走了。走？去哪儿？掌柜的，1天、2天、300天、3000天。地震了！师傅，你干什么了？破镜了。就这样？去拿把新的。行了。50年，就等这2个字。又动了。饿了。掌柜的，长高了。没有，1寸都没长。100年没变，一丝一毫都没变，但气息，粥快好了。瘦了。第30年，师傅一锄头把灵田炸了，飞鸟全跑了，我以为天塌了。
第70年，世界树抖了一下，京城师傅站在树底下站了一晚上。还有周半斤，他胖了20斤。你走之前他就胖，现在更胖了。九九，那些根，100年前叶红鱼说的那些根，现在已经到了南渊内城底下，再过100年会碰到17城灵脉主干，该去瞧瞧了。掌柜的，你刚出关，我陪你。我也去，我剑术练好了，京城13胜我全会了，第7胜我还改了。你看家，看家，铺子，灵田，世界树，17城3剑全交给我了，那你们得回来。周的火候你还差点，多练。万木神帝出关了，快看，那是谢剑仙。那个今天还开门吗？开，怎么不开？别急，叶红玉说的没错，那边有东西。什么级别？至少跟我一样。那正好，剑仙境之后需要一个对手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要过去。那边灵气压制很重，身体扛不住。我不用这个。多久？如果100年不回来呢？有事烧了它，我能赶到。行。练剑别偷懒，不会别偷吃，尽量。开门吧，外面排队了。今天还营业吗？营业，下一个。第100年01天，掌柜的走了，铺子我来。372不对，327也不对。9，你这个6写反了。哪个6？第3行、第7行还有第12行。掌柜的管账的时候看起来那么轻松，那是人家，你连零食面额都能数差。昨天给那个散星找了3次零，人家脸都绿了。他脸本来就绿，他是青蛙精。你还有理了？搓了14处，让开。叶姐，别叫，干活，去把昨天的出库单拿来，还有苏菩提的绿皮册子，灶房第3个抽屉。这才第3天，100年怎么成？他撑不了，所以我在。今天没出错。你把2品灵芝当3品卖了，便宜了那个散金60灵石，回头找他补。那是谁？灵芝的汁液跟我受伤时流出来的一样。柜台上的账算完了，先救人。是灵芝，高阶的，比我高很多。他是那边世界的灵芝一族，他们叫神子。神子，我700年才化形，150年才筑基，对面一个少年。树死了，全死了。那边的世界出事了。这里有树啊？有。我们那边没有了。醒了就吃，叫什么？燕。全名？没有全名，我们只有一个字。树死了，名字就只剩这一个字了。那边还有多少活着的？走之前还有300，
现在不知道。那边的根烂了，不是天灾，是有东西在吃。从内部，吃根的东西不止在你们那边。南渊底下那颗心脏是同一种东西的分身。多少个分身？我数到7个，7个世界，7颗心脏，7棵正在被吃掉的世界树。别怕，有掌柜的在。你心不在焉，少收了2个人的钱。叶姐，掌柜的要去对面，对吧？我这次要跟着去。你留下来谁管铺子？你管啊！我不会种灵草，周办金会。你想好了？100年前掌柜让我看家，我看了，没出事，铺子还在，灵田还在，但我不想再看着他走了。去跟他说，别跟我说。菩提阁，从今天起不只是一间铺子，我要建一个盟约，跨世界的，谁的树还活着，谁就是盟友。我带你去，我知道路。掌柜的，这次我不看家了。那铺子谁管？我，总得有人守着，万一你们回来没粥喝。你做什么都难吃，还是我自己拔吧。滚！回来的时候想吃什么？你做什么都难吃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叶姐，别把我的算盘借人。下一个。这是树，烧过的树，全是。脚下这片是一整片森林的骨灰，那就是在吃树的东西。根没死透。什么？烂了9成，还有1成在撑着，埋得很深，大概3000丈以下。树倒了，根没断，你们的根系连着整个世界的灵脉，灵没枯竭，根就还有一口气。你感觉不到，是因为你经脉断了大半，现在接上了。但是，有什么东西在很深地方动了。灵脉，这个世界的灵脉没死，只是睡了。掌柜的不是来打仗的，他是来种树的。新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这辈子跟对人了，跟家里那棵一个味儿。说了别偷吃。他看着跟咱家那个一个样，谁知道这么上头？我族圣物，神子都不敢碰的新生叶，被他当零嘴嚼了。叶姐，今天的灵芝要不要上架？3品以下全上，2本留着。为啥？要涨价了。买什么？听说菩提阁的掌柜出远门了，留了个不认识的人看店。买东西往排，不买往右走，门在后面。浮云宗赵长征带13家联盟来谈个事儿。菩提阁的灵草独攻权，13家联盟愿出3倍市价，买断南域40成的灵草渠道。掌柜的不在，你做了主吗？做不了主，但我可以告诉你规矩：菩提阁灵草交易规则第7条，任何买断协议需以过往3年记录为基础。你们13年在菩提阁的总交易额是多少？第8条，无交易记录的势力列入观察名单，观察期3年，期间不享受批发价、预定权、赊账权，3年后再来谈。叶姑娘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13家联盟不是好惹的。第2条，威胁菩提阁员工者永久拉黑。浮云宗赵长章及随行2人，即日起菩提阁所有门店。
走好，不送。叶姐，他们不会去串联别的散修来闹吧？让他们串联。啊！13家联盟的灵石有70%存在菩提阁的寄存柜里，利息按月结的。这个月的利息我忘了发了，下个月的我可能也会忘。叶姐，你这是……掌柜的走之前说过，铺子最大的武器不是修为，是信用。谁坏了规矩，谁就出局。我不用动手，他们自己会散。苏菩提是懒得杀你，叶红油是让你活着，但活得难受。叶姐，我发现了一东西，一个遗迹，特别大，地下的，上面刻满了字，跟世界树有关的。掌柜的说，他说这是……叶姐，上面写了，世界树不是终点，它还有下一个形态。它好像比昨天高了1寸。叶姐，叶姐。那边的人不修灵，种粮食，比你煮得好。铺子没事，账在桌上，13家的事处理完了。掌柜的，你看。看懂了。然后呢？世界树不是一棵树，是一个阶段。世界树长到极致会连通，不是一棵连一棵，是所有树共享一根系，根系汇合之后会长出第二形态。什么形态？所有世界树的根系连成一体之后，交汇点会上生长出一条永久通道。我种的那些树不只是世树，是在修路。剩下3个世界，我先去探路。你一个人不够，苏菩提，你住树，我开路。万界，我陪你走，一剑开天门。不够的话，命留着，粥还要你熬。好。此物为上古天庭历代镇守之宝，世界树种子。今天地之万木之主欲通万界，特赠此物。天帝守了这东西多少年了？36000年。36000年不拿出来，我出了趟远门就送来了。天帝是觉得我能种活它？天帝原话：3界之内无人配得此物，但它不在3界之内。替我谢天帝，东西我收了。但不是现在，等我把路修完，再种这颗种子才有意义。天帝说：“您若这般回答，便将此物留在菩提阁，何时取用，随您心意。”掌柜的，这个能吃吗？入库世界树种子成1，备注价值不可估，暂不可用。等掌柜的修完路。36000年。天帝到底知道多少？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这就是那个遗迹里的东西。叶姐，你不知道那个遗迹有多大，整个地下城。水。掌柜的，这东西吃零食吗？要记在成本。不吃，喝水就行，记在水费里。我的七星草开了，冬天开的，灵芝养了30年，开了。你们看天上，叶姐，灵田里的草全开了，产量至少会翻3倍。本店灵草价格即日起下调2成，量大从优。叶姐，这不是亏了吗？薄利多销，等别家反应过来再涨回去。先把客源锁死。上辈子是不是开票号的？像跋涉万里，终于望见灯塔的路人，求菩提阁救我族。掌柜的不在，我等，哪怕等到死，我也等。进来，粥还剩半锅。300年，我们的树死了300年。300年发生了什么？
从黑雾先是根烂了，然后叶子落了，最后整棵树碎了。树死之后，我们的天开始塌。我走了97年，穿过4个死了的世界，才摸摸到这里的光。求起来，跪没用，带路就行。掌柜答应了。几个人？你、掺99、谢京晨，我。铺子呢？周外甲看着，眼帮忙。3天之内回不来就挂歇业牌。叶姐，你连这个都提前背了？跟着掌柜的，哪次出门是计划内的？走，走，走。跟着他就能回去。有声音。时空乱流。扶我！97年，走了97年，难怪瘦成那样。万树之主，你终于来了。这个声音快断气了。我是你的前辈。我没有名字，我的祖先叫我叹息者，因为我每100年只能发出1次声音。你就是世界的世界树？曾经是，不只是这个世界。什么意思？这里曾是万界中心，所有世界树的根系最初都从这里长出去。你的根连着所有世界？曾经连着，直到虚无来了。虚无？不是黑雾，黑雾只是它的影子。虚无没有形状，没有意志，它只做一件事：吃掉世界和世界之间的连接，吃掉根，吃掉路，把所有世界变成孤岛。300年前，它吃到了这里，我的根断了，所有的一夜之间，我撑了300年，只剩这一节根了。再过几天也会灭。路，叶红雨写的。等掌柜的修完路，我修的是路。而这里是所有路的起点。行了，别说了，省点劲儿。疼！活了！凡事。虚无允许有人修复他吃过的东西，你别担心，我这人皮实。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？种了棵树。你把自己的命分了一半出去。虚无会找你，让他来。你和3万年前那个人一样。有意思，做好事还要倒贴命。虚无在标记你。我知道。他会来的。我也知道。算了，等一会儿再说。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你疯了，分了一半本源出去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的剑感应得到。从虚空里就感应到了，你的气息断了一半。他在封我的神印。够了，谢京晨。我的剑本来就不是用来杀人的。他的修为断了一线。别说谢。掌柜的，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
我在这里。不够，一颗不够。万木主，他已经在看你了。被盯上。掌柜的，你身上的味道变了，什么味儿？说不上来，像冬天的味道，从里面冷出来的那种。差一步，什么差一步？灵脉，树活了，但地底的灵脉还是断的，管子通了，阀门没开。300丈、500、1000丈，不用多，够敲也就行。开！不是，是痒，不对。缠收了，却成功了。如意正正沿着灵脉的轨迹潮水般蔓延。地上长草了，真的长草了！救世之主，好吗？救世。掌柜的，他们管你叫救世之主。我听见了。你啥感想？想回去开铺子。先吃东西，别跪了，膝盖会废。你的人我还给你了，树也种了，灵脉也通了，接下来你们自己长，别谢，烦。探息者，这通往其他世界的路还有没有残留？东边连接断了3残骸，最后收到的消息，黑雾已接现在半个天空。掌柜的，你不歇？不歇，趁虚无还没反应过来，能救一个是一个。搞得好像我们掌柜的真是什么大人物似的。味道越来越差了，那是4品回元丹，外面卖800灵石一颗的，800灵石买这味道，亏了。不赚穷人的钱，赚了也花不放，又没有出去。破冰狼粗总，置曹地律，盖婚非议西家。让开！他在等什么？全没了。道渐进，记下了。战力评估需要更新。掌柜的，你说我们啥时候能回去开铺子？等种完。还有多少个世界没种？叶红宇说还有23个有记录的，没记录的不知道。苏掌柜，张老，老头子活了400多年，见过大宗门，见过仙家福地，也见过散修在荒野里喂一株灵草打出脑浆。菩提阁不像宗门，宗门收弟子要看根国，看天赋，看出身。你们不看？我们看钱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不是，老头子说的不是这个。菩提阁更像是一个家，谁来了都有口饭吃，谁走了都带着东西，没人在这里被欺负，没人在这里饿死。张老，盐放少点，齁嗓子。掌柜的，你眼睛红了？辣的，汤里放了辣子。那汤明明是白的。闭嘴，吃你的灵芝。种不了，没有灵脉，连泥都没有。下面有东西。这个气息，不是叹息者，不是虚无，是我自己。啊！前世陨落时留下的最后一缕神念，我得下去一趟。不，我知道下面有什么。你知道什么？我自己。你拦我？我跟你下去。你下不去，那下面是纯粹的虚空，没有灵气，没有支撑。你的剑道在里面撑不住3息。掌柜的，你能不能别这样？每次都是我得下去，我得过去，我得试试。你能不能有一次说我歇一歇？歇完了再下。那不还是要下吗？联络用，灵石碎了就是信号，我们拉你。多久？不知道，3天没回来，你们走。放屁！我在这里等，你回来的时候，我在。放！上下左右，全是一样的，
不需要看，不需要探，我认得这条路。他在说，来了。前世的我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他从头打到尾，没人帮他，没人给他递丹药，没人在身后等他。你一个人，113年。我走了113年，觉得累手只手人给我端碗汤，虽然盐放多了。你呢？胸口的6道裂缝，不是伤，是他自己放进去的。300年前那一场，从头打到尾，连句辛苦了都没人说。前世的我，谢谢你，不是攻击，不是防御，不是生长，是容纳。所有里所有的光，所有的情绪，他都在接住。该回去了。掌柜的。你再多待1个时辰，我就跳下去了。跳下去你也是送菜。走走走。新纯种，没见过的，能装下所有东西的种子。什么意思？装下什么？空了地方，以后会被填满。掌柜的，那东西叫什么？无争。为啥叫这个？因为他什么都不争，不争地盘，不争气，不争先后。什么来了，他都接着。裂缝里封存的力量，在被那株白芽一点点吸走。要上去？我送你。怎么？终于连好了。300年了，天圆了。万界切虚无，清。虚无没了，天是蓝的，界壁打开了。掌柜的，他们管这个叫什么纪元来着？万木纪元，46个世界刚发了联名文书，请你当盟主。不当。我知道，我已经替你拒了。说我什么了？说皮革不参与政务，只做生意。万界互通后，灵草跨界流通需要规范，菩提阁愿意承担它和标准制定。那不就是盟主吗？不一样，盟主不收手续费。行了，新时代了，铺子该重新开张了。真的？回去开块铺子啊？树种完了，现在得做正经生意了。万界互通，客流量翻几百倍。叶红鱼在，新疆表你一份，早拟好了。虚无虚，不是既凭空出现的。300年前是谁放出来的？这还是铺吗？这是宗门总典吧？宗门总典不收停泊费。我们收。菩提阁做的事，老夫敬佩，但规矩嘛，总得大家商量着来，不能你一家说了算。裴宗主，您第12支界上季度从我这儿走了3700斤韩愈藤，那又如何？货款还欠着，加上运费、损耗费、仓储费，一共43000灵石。您今天是来谈规矩的，还是来结账的？43000，回去就让人送来。好，给你免了零头，43000。那不是没免吗？本来是43072。师傅，那把剑……别问，那是谢京辰的佩剑。万界之内，那把剑挂在哪里，哪里禁地。谢京辰人呢？管他在哪儿，剑在就够了。你当老夫为什么坐下来喝茶？请问苏掌柜在吗？掌柜的不在，有事找我，没事别堵门。
那他去哪儿了？掌柜的功成身退，不问俗物了。啊！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113年，从第一棵树到最后一棵，我在你身后3步。知道。现在虚无没了，树也种完了，万界太平了。现在，我们可以真正歇息了。歇，当然要歇，但我还有个心愿没了。别紧张。什么心愿？300年前，有人放出了虚无。吸完了，我去找他。这片地什么都种不活，当年废药园里死掉的灵植太多，土壤里残留着衰败气息。谢京晨在，我要做一件事，可能会有点动静。多大？整个万界都能感觉到的那种。我守着。好了。疼？还行，就是把骨处里的钉子拔出来，拔了6根。那6道裂缝是前世的我留给自己的后手，本源碎片用来对付虚无底牌。现在呢？用完了，我把它们变成了路，轮回的路。万物死后，灵魂散入天地，以前散了就散了，现在不一样了。世界树的根系网络能接住它们，6道丝线会把散掉的魂魄碎片引导到最近的世界树根部，重新凝聚，化为灵植。灵植修炼，开灵智，化人形，重新活一次。所有生灵，不管修为高低，不管死了多久。那你自己呢？6道本源碎片是你前世留下的最后力量，你全用了，以后再遇到危险，你拿什么应对？那不是还有你吗？这个气味很淡，很淡，在哪儿熟悉？欠你一条命。长官，你快来！你救命，快来！来了。剑没用。那什么有用？他不是虚无，虚无是他放出来的，他是虚无的主人。你走，我说了，走。不走。你要做什么？无证能容纳虚无，但容不下放出虚无的东西，它太大了，得有个更大的容器。什么容器？不行，没有第2条路。我不同意。你什么时候开始管我了？你说过，谢。哭过一次了，长出了无争，不能再哭，再哭不知道长出什么。等我。多久？不知道，可能很久，可能不久，但我会回来。万木轮回道是我铺的，我总不能自己走不了自己的路。掌柜的，别哭，我只是换一种方式陪你们。我等你。啊，我饿了。掌柜的，不对，小掌柜的，这次换我罩着你。万木纪元第8年7月，菩提归。库存馒头3个，够吃。嘿嘿嘿。
万木之主，永不凋零；菩提林氏，万古昌清。